欢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。今天小姐姐要带您参观西班牙东北部知名的中世纪古城 Girona 赫罗纳，这里也是 Game of Thrones 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第6季的取景地哦。建议大家可以和旁边的达利小镇 Figueres 一起去。有些旅游网站像是 Klook 或者 GayoGuide， 他们都有卖 Girona 老城和达利博物馆1日游行程的套票哦，是从巴塞隆纳出发的，所以非常方便。Girona 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区最具历史感的中世纪古城之一，它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。因为它位于法国与伊比利半岛之间的重要交通位置，所以从古罗马时期开始，它都是重要的战略重镇哦。也因为被攻了很多次都依然存在，让这个小镇有了被保佑的传说故事。我们这次选择租车前往这2个城镇，从巴塞隆纳开车到 Girona 大约1小时15分钟左右。搭火车的话，有许多不同班次的时间，最快的可能大约40多分钟就会抵达 Girona 哦。若从 Girona 逛完再开车去 Figueres 的话，大约43分钟左右。若选择搭火车的话，最快大约半小时左右可以抵达。那我们前一支影片已经有做了 Figueres 的达利博物馆介绍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观看一下哦。小姐姐这次把车停在 Girona 的公用免费停车场，刚好旁边有免费公厕，所以我们在进去古城区之前可以先上下厕所，因为后面要走超久的路。停车场前方就有一座桥会进入 Girona 的古城区，这条河呢叫做奥尼亚河。沿着河畔走下去会看到可爱的彩色屋，晚点会介绍给你们看。我们先穿过桥，从这头进去老城，第一眼就看到超美超吸睛的圣菲利乌教堂。教堂前方小广场右手边石柱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Girona 母狮雕像，它是当地非常知名的地标。它的传说源自于12世纪，若要成为 Girona 市民的人，要先爬上这尊母狮雕像，亲吻它的屁股。所以当地的人都说，没有亲过母狮屁股就不算真正的 Girona 人哦。后来呢，许多游客经过这边时也会摸一下母狮雕像，但由于雕像的柱子太高了，现在的游客都改摸墙上的母狮青铜像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这栋很漂亮的教堂——圣菲利乌教堂。它是一座历史性天主教宗座圣殿，它建于12世纪左右，采用罗马式风格，后来增贴了哥德式装饰和巴洛克式的外观。它曾经是 Girona 的主教教堂，因为其高耸的哥德式钟楼和收藏中世纪石棺而闻名。教堂是需要付费参观的哟，可以和 Girona 大教堂及艺术博物馆一起参观。接下来我们先往左边走，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街角，有一只穿着罗马鞋的大脚掌雕像。查了一下，它是圣纳西斯脚印。传说在西元304年到307年之间，Girona 的守护圣人圣纳西斯，他为了躲避迫害基督徒的罗马人，从一户人家的窗户逃走了。为了误导追兵，他故意在窗边留下朝内的脚印，让人以为他是走进房子，而不是逃离房子。追兵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屋内搜寻，让他成功逃脱。所以很多观光客会去摸这个大脚掌来求好运，它象征可以带来幸运和庇佑的意思哦。后方的墙上有好几只苍蝇雕塑，其中一只苍蝇超级大。我们查了一下，原来啊，我们觉得恼人的苍蝇在当地可是吉祥物呢，非常的妙哦。因为这个跟一个传说有关，在1286年的时候，法军攻进 Girona 时，大肆洗劫了这座城市，连圣菲利乌大教堂也不放过哦。就在他们敲开安葬于教堂内的守护圣人圣纳西斯的墓穴时，突然飞出了大量苍蝇，把他们全部都逼走了。所以从此之后，圣纳西斯和苍蝇就被当地人视为守护者和吉祥物哦。接下来我们沿路逛了下去，我们先经过了一个中世纪修道院，它的八角形钟楼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查了一下，它应该叫加利冈兹圣波多禄修道院。
对，有点长。现在看到的主要建筑呢，是建于12世纪。它原本是在城墙外的，后来因为城市扩张还有战争防御的需求，才被纳入城墙之中哦。它是要门票入内参观的，但好像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免费开放入场哦。修道院旁边还有一个景点叫做圣尼可劳教堂，通常这2个点会一起看。修道院的外部呢，附近石阶还有圣尼可劳教堂附近也都是权力游戏的取景地哦。但因为这个附近真的建筑物太多了，然后有些有点类似，所以我们不太确定是哪一栋。如果影片中有出现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说哦。接下来我们经过了一个阿拉伯浴场，这里也是权力游戏第6季的其中一个拍摄点哦。虽然它叫阿拉伯浴场，但它并不是伊斯兰时期留下的建筑。这座浴场建于12世纪，是罗马式风格建筑，但设计灵感明确来自于伊斯兰浴场传统，因此后来才被别人称为阿拉伯浴场哦。接着沿路逛下去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壮观的拱门，也是权力游戏的拍摄点之一。穿过拱门后，我们就看到了当地著名的举罗纳主教座堂，也被称为举罗纳大教堂。这里大家可能就比较有印象，它也是权力游戏第6季的一个重要的拍摄点。戏中呢，它是代表 King's Landing 的贝勒大圣堂哦。这座大教堂非常的壮观，它建于14到16世纪之间，融合了哥德式、巴洛克式、罗马式等风格。它曾经是古罗马的神殿，后来是伊斯兰统治时期的清真寺，最后又改建成了天主教教堂。它震撼的阶梯保留了中古世纪的风格，从不同角度都超级好拍照的。我们沿着教堂侧边的小路继续逛下去。这老城区的街道到处都很中古世纪的风格耶，真的好像在拍电影场景哦。每个街道都很适合拍大片哦。那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里的街道风景吧。其中有些保存良好又非常古色古香的街道，就是之前的犹太区哦。这区也是权力游戏的取景点之一。以前这里是犹太人居住的社区，直到1492年发生宗教迫害的时候，斐迪南2世与伊莎贝拉1世签署了阿尔汉布拉法令，命令西班牙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改信天主教，不然就离开西班牙。因此举罗纳的犹太族群就被迫离开了哟。这里还有一个景点是中世纪城墙，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。它是免费参观的，一开始有点难找，问了好几个人，他们讲的路口都不太一样。最终我们是自己找到的。我们是从大学旁边那条路一直走到底，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好像要上天桥的楼梯，我们上去后沿着路线走，就走到城墙了哟。上面的景色超级漂亮的，我们光在城墙上拍就拍了好一阵子都不肯走呢。中间时不时会看到这种由宽到窄的小洞，这是以前古时候的人为了防敌人做的偷窥小洞，也可以防敌人不能直接攻击他们哦。我们沿着城墙继续走下去，会连到一个很神秘又很古色古香的花园。查了一下名字，它叫做德国人花园。为什么叫德国人花园呢？来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Google。
他说啊，是因为这一带原本是 Girona 城墙的一部分，也是以前的军事空间，后来才改建成花园的。在20世纪初时啊，西班牙政府曾经在这里安置一批德国战俘，或者是居留德国的军人，所以当地人才称它为德国人花园，蛮有趣的由来。那最后我们一直沿路逛下去，出来的地方居然是刚刚主教座堂侧面的一个小通道诶，刚刚之前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通道。如果有时间的朋友，记得要上来参观一下这个城墙，还有探险一下那个神秘花园哦。对了，沿路上我们还有看到这种有栏杆的小洞，听旁边的人说这里是以前临时关犯人的地方，不知道有没有听错？如果知道的朋友，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说一下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当地知名的景点圣多明尼克阶梯街，它旁边都是知名的贵族宅邸、宫殿和教堂哦。这里也是《权力游戏》的拍摄景点，就是 Arya Stark 在布拉佛斯被追逐的片段。剧中他曾经跌落这段阶梯，举止一路滚下楼梯，也是非常经典的画面哦。因为逛了几个小时，我们有点累了，所以旁边刚好看到了一间咖啡厅，我们就走进去了。没想到啊，这里面的装饰超级特别耶！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画面。店里也有 shopping 区哦，不想休息的人也可以到处逛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哦。休息完后，我们继续逛了一下老城街区，真的好喜欢这边的复古街道哦，每个角落都像极了电影场景呢，真的是美的没话说，超值得来的。逛一逛，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知名的埃菲尔铁桥，这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红色铁桥哦。它是由设计巴黎埃菲尔铁塔 （Eiffel Tower） 同个公司设计建造的，比埃菲尔铁塔更早之前就先建这个桥了呢，所以风格有点类似。从桥上看过去，河畔的整排彩色屋，哇，是不是超像明信片上的场景呢？最后，我们往前走，就来到了独立广场。这里是为了纪念1809年拿破仑战争时期 Girona 围城中勇敢抵抗法军的守卫者们。广场中央的纪念碑是纪念当时 Girona 守城防卫者的纪念碑哦。现在这里是热闹的街区，周围有很多有氛围的餐厅哦。太阳要下山了，晚上啊，从河畔看过去也是非常浪漫和漂亮的耶。Girona 真的是我们心中排行人生必去的口袋名单之一哦，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去走一走。建议大家一定要穿好走的球鞋来，因为会需要上上下下走很多石头路哦。好的，今天影片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哦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小姐姐影片的话，请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，感恩的心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